刚出生就跟我定下娃娃亲的小丫头，说话的第一句不是叫爸爸妈妈，而是直接喊我的名字，涵涵，涵涵。并且抓周仪式上，刚满1周岁的她不抓琴棋书画，居然紧紧抱着我不放手。我是你将来的小媳妇，你去哪我就跟你去哪。之后的日子里，我的身后就多了一个跟屁虫，走到哪他就跟我到哪。而今天是我和洛萌萌的抓周日，一大早，我家老妈就牵着我走向洛萌萌家去。涵涵走，今天我们去和萌萌一起抓周。不，我不想去。不可以。我母亲虎着脸强行就把我拽走。与此同时，在隔壁的洛家，1周岁的洛萌萌此刻正坐在琳琅满目的抓着物品中间，大眼睛看着四旁这些东西，不知道该抓哪个才好，而且一边纠结，她还一边流着晶莹的口水。等我走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她正流口水的这一幕。真邋遢，明明都是1周岁，我早就不流口水，可是他居然还在流口水。顾之涵，快到你未来老婆那里去，和她一起抓周。等我来到她身边的时候，洛萌萌2只小胳膊突然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脖子。你干什么？我顿时皱起眉头，一脸不悦的就要推开她。抓周，别抓我！但洛萌萌哪里肯舍得放开我，摆明了今天我就成了她的周。看到这一幕，两方家长都懵了。所以萌萌今天抓的周就是你家涵涵了。哈哈，之前有娃娃亲做保障，现在又有了抓周的日式，看来我这个儿媳妇是跑不掉了。而从这天起，洛萌萌就彻底缠上我了，不管我到哪，她都会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可一旦我要是拒绝她的要求，她就会哭得梨花带雨，然后我老妈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就会立马拿着擀面杖追我2条街。时光飞逝，3岁的我和同样3岁的洛萌萌要去上幼儿园了，然而洛妈妈却是摇头叹气的。现在萌萌还不会说话，我都不放心她去上幼儿园，我正想着要不要先带她看病去，等好了以后再让她上幼儿园。而洛萌萌听到这话后，生怕自己妈妈不给她报名上幼儿园，小身子立马抱住我。我不能丢下未来老 baby 一个人去传说中的监狱。但我却是毫不留情的就要伸手去推开她，奈何我越是想要推开她，她抱的就越是紧。无奈下我只能带她一起上学。当我跟着洛萌萌走进教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小朋友。看到有小帅哥进来时，班级里的小女孩子们纷纷朝着我这边跑过来，不约而同的伸出圆乎乎的小手要拉着我当他们同桌。而洛萌萌看到简直要气炸了，小脸干鼓的像只河豚，连忙抱住我的小胳膊，使出吃奶的力气将我紧紧拽到她身旁。我的未来老 baby 只能和我做同桌。我低头看了眼正拽着自己的萌萌，你也想跟我坐在一起？洛萌萌立刻点头，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似乎在问我答不答应。眼前的这些小女生们好吵啊，看来还是这个不会说话的好一些。然后我有点傲娇的说道：行吧，我只是不想跟他们做同桌，这才跟你做的。过了一会儿，老师进来上课，对着底下的小朋友说：待会老师唱一句，各位小朋友们就跟着唱一句，好不好？小朋友闻言都奶声奶气的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原本唱的好好的，但是有个小女生突然告状，用手指向后面大声说：老师，他一直没有张嘴唱歌，他该不会是哑巴吧？你到底是不是哑巴呀？你要不是的话，能不能对我们吱一声？那目光就好像是在盯着动物园里面猴子。萌萌张开嘴，几次想要开口说话来证明自己，可是嗓子眼就是吐不出来，嘴只能发出黏糊的哼哼声。看到他这个样子，我的手指忍不住捏紧。哇，卡卡，原来你真的是哑巴！我告诉你们，他才不是哑巴，谁要是再嘲笑他，我见一个打一个。萌萌乖，没事了，有我在，没人可以欺负你。洛萌萌可怜兮兮的用大眼睛盯着我，嗓子中竟然发出如同小奶猫般的声音：委屈 baby 我好委屈。闻言，我疑惑地问他：你会说话了吗？洛萌萌茫然地往我这边靠过来，我望着近在咫尺的小奶娃，心里是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就在我想要拉开距离的时候，一双又软又小的手却已经抱住了我的脖子，在我的脸上吧唧一口，我顿时就傻眼了。洛萌萌，你干什么？不要生气嘛，我们可是有娃娃亲呢，是可以拥抱的。你们居然还有娃娃亲？你们居然还有娃娃亲？老师和小朋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难以置信地望着我们。爸，你能不能闭嘴？简直丢脸死了！我终于被洛萌萌这家伙彻底惹恼了，惹恼的后果就是一整天都没有理会他。放学的时候，我也自己拿着书包先走了。正在收拾书包的洛萌萌看我都要走出教室，书包拉链都没拉好，他就立马扒着小短腿跟上。你别走那么快呀，涵涵宝宝，等等我嘛。但我还是自顾自地走。不过听到他气喘吁吁的声音，我抿了抿唇瓣，最终还是把脚步放慢一些。当他落下一段的时候，我便会放慢脚步等他。可是今天我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自己都走出7、8米远了，却没有听到往常洛萌萌气喘吁吁追来的声音。我不禁皱了皱眉，停在了原地，扭头一看，身后空空如也，哪里有洛萌萌的身影？我一边原路返回，一边大声喊她的名字：萌萌，洛萌萌，你在哪？可是空荡荡的巷子却没有那道熟悉的声音回应。萌萌，你可千万不要出。老妈见我3岁还没找到女朋友，气得她半夜把她闺蜜的女儿抱来给我当了娃娃妻。此后我们吃饭睡觉过生日都在一起，她每天都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的身后。3岁半刚上幼儿园的她居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夺走了我的初吻，还告诉我以后不要和别的小女生说话。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放学后我就丢下他自己一个人走了，谁成想他差一点真的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萌萌，洛萌萌，你在哪？可是空荡荡的巷子却没有那道熟悉的声音回应。萌萌，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这边洛萌萌原本是要追我的，但是街上却突然快步走来了一个中年男子，长相和蔼可亲。小朋友，等一下，先别走。叔叔，你喊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我是你爸妈的朋友，你爸妈今天来我们家做客，顺便让我下班的时候来幼儿园接你。是吗？洛萌萌清澈的眸子眨巴着，似乎在思考他话里的真实性。爸妈不是昨天刚去外地工作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而且还要去这个叔叔家里面做客？当然是啊，所以快跟叔叔走吧，不然你爸妈可会等着急。在这个年代，人贩子的拐人手段还很低级，大部分都是用打着孩子父母、朋友的旗号来将小孩子拐走。然而就是这种最低级的骗术，却很能让小孩子受骗。可是我不想去找我爸妈，我只想去找我涵涵宝宝。你就让我爸妈他们在你家好好做客吧，我先去找我涵涵宝宝了，叔叔，拜拜。洛萌萌就转身准备向顾之涵方向走去，居然还有不要爸爸妈妈，只要什么狗屁涵涵宝宝的小孩子，为什么不按照剧本来？过了一会，他才终于回过神来，见周围也没有人，然后脸上露出一抹冷笑，朝洛萌萌跑去。死丫头，还敢跑！人贩子骂骂咧咧，一把抱住又小又矮的萌萌，扛在肩膀上。洛萌萌突然悬空而起，顿时吓得尖叫出声。坏蛋，你是坏蛋，你快把我放开，放开！死丫头，给我闭嘴！人贩子见他一直吵闹，生怕他招来人，立马伸出手来把他的嘴给捂住，然后飞快地走向马路对面的三轮车上。被捂住嘴巴的洛萌萌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一旦他被抓走，他很可能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他的涵涵宝宝，还有爸爸妈妈以及顾阿姨、顾叔叔他们。放开他！就在洛萌萌绝望的时候，背着小书包的我终于赶来了。涵涵宝宝，哇，呜呜呜！哈哈，小兔崽子，你让我放开他，我就放开。人贩子不仅没有放开萌萌，甚至还脸冷笑地朝着我走去。也不知道今天是走了什么运，以往大半年都拐不到一个孩子，现在一天之内就出现2个，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快跑！我就趁着这个时候迅速上前拉住萌萌的小手，把她从人贩子的手里拽下来，跑到人流密集的大街上去。该死的小兔崽子！人贩子见自己居然被个3岁的孩子抢了，当即怒上心头，像只疯狗般追在我们的身后。顾之涵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抓我们？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人贩子。见人贩子仍然紧追不舍，我立马用嗓子能发出的最大的声音向大街上的人求救。这里有人贩子，各位叔叔阿姨救命啊！后面有人贩子在追我们。我的小小青梅刚刚在班里亲了亲我，反手就差点被人贩子抓走。就在洛萌萌绝望的时候，背着小书包的我终于赶来了。各位叔叔阿姨，救命啊！后面有人贩子在追我们。什么？有人贩子？光天化日之下，路人们顿时惊呆了，抬头一看，果然有一个不怀好意的男子追着你们跑，体内的正义感立马被激发了。孩子们别怕我们，这就来救你们。热心人立刻冲了上，人贩子暗道：来呀！心虚的转身就想跑，但是却被几个人高马大的路人给按住，其他人则立马拨通治安队电话，等治安队一来确认是人贩子后，立马给他押上治安大队的车上。小朋友们，能告诉阿姨你们的家在哪里？我送你们回家吧。刚才看过监控了，要不是小男孩机灵，估计小女孩子早就落到了人贩子的手里面。在前面的你刚想说话，身旁的洛萌萌却突然哭起了鼻子。呜呜，我好怕，我差一点就被坏叔叔抓走了。他小身板快抖成筛子了。别怕了，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洛萌萌，对不起，要不是我耍酷，故意走得比你快，你也不会差点被人贩子拐走。不是的，都怪我惹你生气，你放学后才会不等我的。萌萌以后不会再惹涵涵宝宝生气了。不怪你，怪我。不怪你，不怪你，就怪我，就怪我。民警就这么风中凌乱的听着2个小朋友你来我往的争论。那个小朋友，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回家吧，不然你们的家长该担心了。女民警便和我老妈说了下刚才所发生的事情。我家老妈听完后，这杀千刀的人贩子，还有你这个小子，为什么放学的时候不等萌萌一起走？看我不打死你！眼看巴掌就要落在我的身上，洛萌萌顿时张开手臂护在我的面前，像是老母鸡护小鸡那般。顾妈妈，我不准你打我涵涵宝宝。哎，这么小就知道护着他，算了算了，我不打了。我老妈无奈地摇摇头。说起来这件事，更多的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失职，以为幼儿园就距离家几步路，不会出什么事，谁想到还是出事了。等会我让你干爸把我在医院里的工作重新安排一下，每天接送你们上学。以后我也会等他一起上下学的。真的吗？真的。那我要拉勾勾。洛萌萌朝着我伸出自己胖乎乎白嫩嫩的小爪子，真是幼稚鬼。我虽然嘴上在吐槽，但到底还是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笨蛋，以后千万要少搭理陌生人，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坏人的。可是那个人贩子叔叔长得挺善良的，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好人呢，才跟他说话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怎样才能知道他的心是好是坏呢？难道我们在接触陌生人的时候，还需要把他们的心拿出来看一下吗？这理解能力，我瞬间无语了。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吧。晚上的时候，洛萌萌洗完澡后就溜到了我的床上。顾之涵，我来了。把你的尿不湿穿上再睡，不然你又会把我的床尿脏了。给你，快穿上。洛萌萌拿起尿不湿来到卫生间，穿好后才出来。刚出来，他就四仰八叉地扑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笨蛋，你这睡觉的速度是不是也太快了？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我猜想他肯定是做噩梦了。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任何人抓走你的。你小手轻轻地拍着他软绵绵的后背，洛萌萌大概是有了安全感，顿时安静了下来，咂吧咂吧嘴巴后继续睡觉。算了，还是陪着他一起上幼儿园吧。这笨蛋我实在放心不下。因为我觉得幼儿园很无聊，上着也是浪费生命，所以我便让我老妈托人找些关系，想要尽快跳级去学习更深奥的知识。但是现在，最后我不再犹豫，伸手揉了揉那2张已经填好的表格，直接丢入了垃圾桶里，含来数网。等到小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老妈忽然提了一句：涵涵，你之前不是说等小班上完就要跳级去小学吗？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人了。不用了，我不想跳级了。为什么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知道顾之涵一定是舍不得我，所以才不跳级的。你少自作多情，我只是觉得学习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就好比盖房子，我想先把基础打好了再说。你这是在逗我吗？每天教唱歌跳舞玩游戏的幼儿园能给学习打什么基础？以前都需要回家吃饭的小朋友，现在都是在幼儿园里吃的，午睡也是在学校里面。洛萌萌5号床，顾之涵7号床。陶老师开始一个个念名字，分配床铺。老师，我能不能和我顾之涵睡在一起？在家里我就是和涵涵宝宝睡的，没了他我会失眠的。顾之涵小朋友，你愿意跟萌萌一起睡午觉？你的娃娃妻老婆想和你一起午睡，但是担心你嫌弃她，所以特意找到老师说想要和你一起睡觉觉。见状你也是连忙开口拒绝了他，门都没有。涵涵宝宝，此时被你当众拒绝的萌萌瞬间伤心了，可怜巴巴地盯着你看。萌萌，你来和我睡吧，我会搂着你午睡，还会给你讲故事唱儿歌，保证你不会失眠的。小男孩说完后，也不等萌萌答不答应，就拉着他的胳膊要把他拐到自己的小床铺上。不许你碰他！我就碰他怎么着了？真是的，你又不和他午睡，难道还不允许别人陪他午睡吗？头一次见小三如此猖狂，当着我这个正牌的面就敢抢人，当我不存在。洛萌萌，你给我过来！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午睡吗？我又改主意了，不行吗？笑话，我就算不喜欢他，但是他也是我名义上的娃娃妻，我可不觉得自己大度到可以让自己的娃娃妻跟别的男生午睡。行行行，涵涵宝宝说的都对。涵涵宝宝，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午睡前的拥抱？不给。好吧，那我给你。这样也行，服了服了，这俩小家伙也太虐单身犬了。就这样，陶老师一直被虐到了中班放暑假。巧的是这天刚好是端午节，于是我们便其乐融融的在一起吃粽子。我最喜欢过端午节了。萌萌喜欢端午节，是被屈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吗？什么屈原？屈原是谁啊？我为什么没有听说过？你不知道？不知道。那好吧，干妈还以为你是被屈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所以才喜欢端午节的。不是的，我是因为有粽子吃才喜欢端午节的。你这脑子里整天除了吃还有什么？还有你啊！我老妈也是忍不住偷笑一声。小不正经。有小不正经这个词吗？不是老不正经吗？等你老了就是老不正经了。我就算不正经，也只对你一个人不正经。此时我老妈简直快被我们2个小屁孩给笑疯了。涵涵宝宝，你怎么又看书了？你看我不好吗？我长得可好看了。少自恋。我这不是自恋，是事实。暑假过得飞快，眨眼间便到了上大班的日子。哎，又要去监狱了。暑假多好玩，我可以天天跟你待在房间里过2人世界。上学了以后，周围那么多的同学和老师，全都是电灯泡。小朋友，今年是你们在幼儿园的最后1年，要珍惜你们的生活。今年带你们的还是陶老师，还是那条熟悉味道的单身狗。
谁会珍惜在监狱里的生活？下面还有一个通知要告诉大家，明天幼儿园要组织郊游活动，地点是去农家乐的葡萄园采摘葡萄。到时候小朋友们也可以带上自己的家长一起来。老师，葡萄园里的葡萄我们是可以随便吃的吗？当然。太好了，到时候我要吃光一整个葡萄园。真是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既不爱学习又贪吃的家伙？幼儿园放学回到家后，萌萌刚要对自家爸妈说去葡萄园的这件事，可是推开门却发现家里竟然空无一人。奇怪，爸妈今天早上不是还在家的吗？为什么现在人怎么都没了？和我同年同月同时出生的小丫头，刚学会走路就一直粘在我身旁，小嘴刚会说话就嚷嚷着长大要嫁给我。我是你将来的小媳妇。而我也默默从幼儿园开始就陪着这傻丫头一起长大。就在刚刚，我和洛萌萌一起回到家，可是推开门却发现家里竟然空无一人。奇怪，爸妈今天早上不是还在家的吗？现在人怎么都没了？就在萌萌一脸不解的时候，我已经摘下了粘在门上的便利贴。萌萌不用找了，你爸妈说他们临时接到领导的通知，要去外地工作。这样啊，那干爸干妈呢？他们会陪着我们去摘葡萄吗？这你就更不用想了，他们刚才打电话来告诉我，医院这2天很忙，他们没办法回来。你也别太失落。其实真的吗？那可真是太好了。你难道不是该难过，没有家长陪着你一起去摘葡萄吗？还这么的高兴。我为什么要难过？我原本就打算告诉他们，让他们千万不要参加幼儿园的郊游活动，打扰我们的2人世界。我听得目瞪口呆，沉默几秒后就转过小身板进厨房里开始做饭。父母们不在家，做饭这件事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第2天，幼儿园的大楼前站满了家长。虽然幼儿园并没有强制让家长跟随小朋友们一起去郊游，但是大部分父母还是不放心，就算是请假也要跟着自家孩子。咦，萌萌顾之涵，你们的父母呢？老师，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空来，虽然他们没来，但是我的老 baby 来了，我有我涵涵宝宝陪着我就足够了。也是。单身狗陶老师默默吞下这狗粮。大巴车浩浩荡荡的从幼儿园出发，摇摇晃晃1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是最有名的一个农家乐。各位家长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去1号葡萄园自由采摘，请各位家长务必牵好你家的小朋友，等到11点的时候在外面集合一起用餐。说完以后，老师们又给大家分发采摘葡萄使用的小篮子，发到洛萌萌和我的时候，陶老师主动请缨。你们2个没有家长，老师不放心，待会就让老师陪着你们一起去摘葡萄吧。才不要！萌萌想都没想就拒绝，并且再一次抱着我的胳膊。谁说我没家长？顾之涵就是我家长。你确定？老师目瞪口呆地看了看萌萌后又看了看我。虽然我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像个小大人，但实际年龄却只有4岁半。确定，我妈妈平常就称我爸爸为家长，所以涵涵宝宝就是我的家长。真看不出来，你妈妈居然还是个夫管严，你也继承了这光荣传统。说完后，萌萌就拉着我朝着葡萄园跑去。这个季节正是葡萄大丰收的日子，整齐排列的葡萄架上挂满了一串串娇嫩欲滴的紫葡萄，但是葡萄架都攀得很高，葡萄也生长在高处。这个高度对成年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仅有4岁半的萌萌来说，简直比天还要高。小丫头，别费力气，你这样是摘不到葡萄的。你家长呢？怎么不让你家长抱着摘？萌萌扭了扭小脑袋，看了看其他人，这才发现班级里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家长抱着去摘葡萄架上的葡萄。涵涵宝宝，你也抱我吗？不然我摘不到葡萄。不要，你那么重，我才不要抱你。别的小朋友都有家长抱着摘葡萄，只有我的家长不抱我。喂，你哭什么？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事情就是洛萌萌哭了。你要是别再哭了，我就抱你摘葡萄。真的吗？他是怎么做到1秒前还哭得稀里哗啦，现在笑得灿烂的？真的，过来吧。我就知道我家涵涵宝宝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快摘！早就知道这丫头很重，可这重的有些超乎我的想象了。洛萌萌一边摘一边吃，吃完后再继续摘。天呐，那小丫头真的只有4、5岁吗？难以想象一个4、5岁的小丫头胃口竟然能这么大，边摘边吃，还好收费不低，不然明天就要回去养猪了。笨死了，明知道自己提不动，还不知道少摘一些。因为我知道你会帮我提啊，涵涵宝宝。为了表达我对你深深的感谢，我决定亲你一下。吧唧一声，话音刚落下，他的小嘴巴在我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已经碰上了。不过只亲一口，好像不能将我体内的感谢都表达出来，还是再亲一口吧。
我的娃娃妻老婆不仅要我抱着她去摘葡萄吃，甚至还想要吃奶牛肉、吃鱼肉、吃我的肉。就在刚刚，我背着她摘完葡萄后，萌萌竟然趁我不注意偷亲了我一口。我虽然很生气，但却无可奈何。刚走出葡萄园，陶老师就迎面走来。萌萌、顾之涵，你们已经装满了葡萄吗？这里还有这里都装满了。那行，你们在这里转悠一会吧，记得别跑远，待会别忘记到前面的食堂集合，一起去吃午饭。好。说完后，萌萌就拉上我一起在农家乐里逛了起来。农家乐里不仅有果园，更有各式各样的蔬菜棚以及山川河流。涵涵宝宝，农家乐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吃吗？按理说是的，只要你有钱的话。那我们可以吃它们吗？我还没吃过呢。不可以，奶牛是专门用来挤奶的。好吧，涵涵宝宝，那我们还是去买鱼吃吧。小丫头，这鱼50块一条，还包煮。50。萌萌一听这个价钱，清澈的眸子瞬间惊诧的瞪圆，没想到会那么贵。小手插在口袋里摸了又摸，最后还是只摸出来一个钢镚。这点钱估计连鱼尾都买不了吧？小丫头，你要买不？不要了。萌萌、顾之涵，过来排队了，我们要去吃午饭了。涵涵宝宝，我们走吧。萌萌顺势牵着我的手离开河岸边，走的时候他还一步3回头，不舍得望着鱼。要不是他没钱，一定会吃了它。你真的很想吃鱼吗？想，我最爱的就是鱼了，可是太贵了，我没钱买。没钱就别想着吃，爸妈的工资每个月才3、5千块，拿50块去买条鱼，这简直太奢侈了。此时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落井下石，但是眼睛装作不经意的往后面扫了扫，然后记住刚才那个渔夫的样子。农家乐的食堂里，萌萌和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都坐在那里等着上菜，也有的拿着菜单单独在那里点菜，唯独萌萌还在望着小河的方向，似乎还在想着刚才他买不起的鱼。我去上个厕所，你自己在这里坐好了，不许乱跑，听到了没有？知道。要是你实在是不放心我，那我陪你一起去上厕所。哼，谁不放心你？你给我在这坐好了。片刻之后，我便提着鱼回来了。随后我让陶老师帮我加工鱼。涵涵宝宝，你这是专门为我买的鱼吗？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是我自己突然想吃才买的。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吃鱼吗？怎么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涵涵宝宝，你哪来的钱买鱼？那可是50个钢镚啊！难道是你动用了自己存的小金库？捡的？难道你还以为是我用平日里攒下来的钱给你买的？是啊，想得美。其实昨天早上在听说要去农家乐的时候，我就砸碎了存钱罐。虽然我也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就是怕这丫头到时候想要什么却没钱买，吃了霸王餐最后被人扣在那里，然后我要是见死不救，我家老妈的擀面杖又要来敲我。对，一定是这样。今年是待在幼儿园的最后1年了，时间似乎过得异常快，眨眼之间就到了毕业的时间。毕业典礼，幼儿园要求每个小朋友都要上场发表自己的毕业感言，顺便再讲述一下自己未来的梦想是什么。